我们以 IPOD 来拆解我们今晚吃什么 APP 的设计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需要6个的变数来储存我们的资讯。那这6个变数里面有5个是清单的类型。那我们的处理我们的输入部分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些资讯已经先放在我们的清单内了。这10家的火鸡肉饭的店家资讯就已经放在我们的清单内。所以呢，我们只要的是触动我们的随机的选择，就是处理的部分。那输出的话，就依照我们对应的这些资讯，把它一一的显示给使用者看。所以呢，我们的变数刚刚所讲的，我们需要有6个资讯，6个变数的名称：店家名称清单，还有照片清单、地址清单，还有电话清单，以及营业时间的清单。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选出来的随机数要用店家索引编号来储存。那没有使用者的输入部分，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画面并没有所谓的那个文字输入盒，或者是让使用者做输入的地方。那我们的处理部分就是把我们的随机取到的随机编号设定给我们的店家索引编号来进一步的使用。那输出的部分就很简单，就去我们5个清单变数中去依照索引值，把每一个对应的索引编号的位置的资料显示出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店家资讯，供使用者来观看。所以呢，我们这里需要6个变数的宣告。那在我们的资料部分需要6个变数的宣告。那在我们的处理部分呢，我们需要一个按钮来触动我们的处理。所以等一下我们要选择火鸡肉这样的类似的按钮来做一个处理的部分。那我们要输出结果嘛，那我们有一个是显示我们的那个什么营业店，我们选择店家的一个照片，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新的元件、新的组件，叫做图像，还有2个标签来显示店家的名称以及店家的地址跟电话营业时间的组合。命名我们把命名叫做 Doge。那这个 Doge 就是一个有名的日本的那个美食的综艺节目，那我们来选择店家，到底是选择哪一个？那我们一样让我们的 APP 来帮我们选择今晚要吃什么，哪一家的火鸡肉饭。那我们这里我们有一些素材需要事先上传到我们的专案内哦。比如说我们有11个图片，那我们11个图片我们会依照我们的店家的排列的顺序，比如说00.jpg 我们当做我们的起始画面，因为我们的 APP 最好都不要留一些空白的画面，让它资讯的显示的时候都有一个对应，所以我们有一个起始画面来当做我们选择到的店家的一个资讯的显示。那我们的01到10jpg 这是我们自己拍的照片，就是显示店家的外观，让大家了解店家到底长什么样子，到时候去吃的时候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当然我们也要事先把10家店家的这些资讯收集起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10个店家的所选的照片。那00等一下我们用到我们哪里？我们的起始画面，然后01到10就是我们10个店家的一个资讯。那这4个店家资讯我们也帮各位事先收集好了。那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家叫做民族火鸡肉饭，那它的地址是嘉义市东区民族路119号，然后这是它的电话以及它的营业时间。那我们所谓的对应的照片，等一下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店家的这几个资讯分别塞到5个清单内，5个清单内。所以这里需要比较仔细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把这些资讯正确的排列到我们正确的清单内容内。那我们这里首先会有一个照片的显示，那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00jpg、01jpg 到10jpg 会显示在这里。那我们用我们第一个 My First APP 这一只猫的当做我们的一个起始的画面。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店家的资讯，所以呢店家资讯的话，对不对？我们就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设计请按使用按钮，那它就会选这个店家。那真正有显示出来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店家资讯。那我们的地址、电话跟营业时间就有一个标签的方法，透过文字合并把它组合在一起。那这是我们的设计阶段看到的一个画面。那实际在执行的画面大概会长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只要按吃火鸡肉饭，这个图片就会来进行的一个变更。看一下我们有所谓的，我们一样会有几个部分，我们一样会用所谓的垂直配置跟水平配置
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版面的一个外观。那我们这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资讯是，第一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图像，所以呢，这是店家图像。这个等一下会跟程式来互动，因为我们要去设定，比如说我们现在选到第3家店家，我们就要选择第3家店家的外观，那我们就要去设定它的图片档，所以这里就会来做一个对应的处理。那我们这里红色字的部分，请按吃火鸡肉饭按钮，这是一个标签。之后真的有选到店家的时候，它就会选择店家的名称。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店家资讯的标签，那它会显示它的地址、电话还有营业时间。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选店家的按钮，这是最重要的。按下去之后，我们就会跑出我们电脑帮我们选，就是 APP 帮我们选出来的一个火鸡肉饭的店家，供我们去参考是不是要去这家来用餐。